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斯音响。今天要跟各位介绍雅马哈2021年最新旗舰 AV 扩大机 A8A。等一下我们就为您做开箱。21公斤的体重还是有点重它终于把它拿出来了。各位看到它的正面，正面的话跟之前还有其他家的设备都开始有点不大一样的一个演进。第一个，我们看到它的音量旋钮，大部分家音量旋钮都是在最左边或是最右边，但是它将音量旋钮移至到正中间来了。那它留下的是一个很小颗的 SOS 钮跟切换钮。这个按键它是3个方向的，好，可以左右转，可以中间按，它这叫做多功能键。然后以及它上面的一些其他的快速键，它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触碰式，跟以往我们所看到的设备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的按键变得比较少。以往的旗舰机上面的按键会蛮多的，甚至有一个隐藏的盖子把按键隐藏起来。那在这一代的话，它都做到很简约。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些机器我们可以尽可能的不用过来去做操作，因为我们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直接去控制这台机器了。这是在雅马哈的技术里面，引领算是业界里面最厉害的，它的 APP 是目前最强的，而且它是中文化的。好，那这是正面的部分。各位看到后面的端子非常丰富，我们今天从喇叭端子来做介绍。有看到它的喇叭，仔细看，它的喇叭是13个端子头。我们不是讲好 11.2 吗？为什么是做13呢？因为它可以让你再多接到 Room 2， 我们就所谓的第二区域空间的扬声器来去做使用。那你只需要在设定的部分去做切换，而不需要将器材再搬出来。这在设计上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设计。再看上来的部分是输出与输入端子，它有 Pre-Out 的功能，可以让你再接功率更高的后级来去做使用。在上面的部分，我们会有看到平衡端子，它有2组一组是输入的，另外一组是输出的。在上面的部分是 HDMI， 这台机器有7进3出。在上面一点，我们看到这2支天线，分别是蓝牙以及 WiFi 天线。在机器的这一侧，我们看到的是数位端子光纤与同轴，这台机器都还有搭载。A8A 是全新世代最强日系旗舰机种，它强在它的 DSP 音场以及 11.2 的一个音效输出。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AI 的技术。前一代 A3080 有搭载一个环境 AI 技术，它会将不同的频段的声音以及音场去做演算，套用在自家的 DSP 晶片里面，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那这一台机器一样，在今年它一样搭载。那我们讲一下什么叫 DSP。看到我手边这支，它是它原厂附的调音校正麦克风。那它会去将您家里面的扬声器以及扩大机还有空间去做过等化，来算出最好的一个效果。透过这个，可以将原厂在不同地方取得的数据，然后套用到您家里面的空间。那这也就是它独特的 DSP 音场深度所使用的一个技术。有经验的玩家一定知道，当你在看影片的时候，你会去选择影片的画面是 4K， 那影片的声音你会去找 Atmos 或者是 DTS-X 这样的一个音效来去做选择，才会有电影的效果。可是如果你实际去播放器里面去把资讯叫出来，你会发现 Atmos 或者是 DTS-X 它只有8声道。可是我们的机器是 11.2 那这个机器如何跟8声道如何去做对应？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在荧幕上来去做说明的部分。刚刚提到雅马哈的 DSP 是业界最强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机器的内部的设定的页面。那等一下我们来介绍一下它 DSP 与音场如何去做处理，以及一个图像化的一个界面，来去看到这台机器如何去处理它这些讯号的方式。当我们打开机器的设定选项，我们会看到它的选项表
选项表里面有选择音箱系统，那今天是 11.2 的系统，所以我们选择音响系统点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几种配置，有 7.2.4 加1个 ROM， 或者是 7.2.2 加2个 ROM， 所以它将2个 channel 分配到2个不同的空间里面去，图形的部分也有做一个秀出来的动作，所以依照我们不同的设备的配置位置图，所以可以给很多很弹性的一个变化。它也可以做 7.2 加2个 ROM， 所以配置方式有很多种，依照使用者或跟空间来做任意的调配。这是在有很多旗舰型的机种，它并没有这么多可以很弹性的设定选项里面去做使用。那这台机器它非常的多，可以让你一个一个去使用。看你的是设备本身有 Pre-out 的功能，接到另外一颗功率更高的后级来去做使用，或者是你单纯就是只有这一台设备。那我们现在来进行所谓的就是只用旗舰机，然后不加后级来去配置的。那我们所选的话是 7.2.4 这样的一个配置。那我点进去，那音箱系统我们已经选置完了，那我们到配置图来去选择。它可以选择前置的尺寸、中置的尺寸，以及环绕的尺寸，以及配置点。它可以选择在后方、前方来去做变换。然后后置环绕，它也可以选择有跟没有。那我们配置选择在小，然后现场感有看到，这就是所谓的天空声道。它可以选择尺寸的大小，然后它也有位置上的可以做挑选，有符合杜比反射式专用的位置，也有前面高度，也有置顶，然后再来是后置现场感，一样是有位置可以选择的。那后置的部分，它一样有后置的杜比反射式，还有后方高度、置顶。然后再来是中低音，你可以选择1个或者是2个。那我们目前就是把它调至到最满的状态下 11.2 全部用上。那这边配置完了，经过麦克风去做校正，就会得到距离以及音量以及 EQ 参数。这就是所谓更后面的要套用到所谓的 DSP 音场的使用。那我们来看一下设备它另外一个选项叫做萤幕讯息。这台机器它特殊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将音频讯息很完整的秀出来，让你看到目前机器进来的讯号以及被处理过后的讯号。今天输入一个讯号源，它是杜比 Atmos， 然后透过机器经过 DSP 演算，它就会把每一个声道该负责的声音的位置，它就会依序的送到那指定的喇叭上面去，所以它也很清楚的告诉你现在目前的格式来源处理输出的声道的状态。那你也可以看到它机器所使用的在 EQ 参数下面这些，它都可以秀得很清楚，让你知道目前机器的状态。刚我们放杜比 Atmos 的时候，机器会帮我们演算到13支喇叭都是满的。那我现在放一个只有 5.1 的讯源的时候，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声音的部分，声道数是 5.1， 然后我们输出的声道是 7.2.0。那这台机器当你开了 DSP 音场，当你开 DSP 音场之后，它就会将我们的前置效果跟后置效果一起开起来。那我们现在看到图灯就亮起来了，这些喇叭就会运作。那我们的整个空间的声音的包覆度还有绵密感就会更好。这就是 DSP 它厉害的地方，而且它可以套用不同的音场来去达到满足你的需求，也可以指定说使用所谓的 AI。当你开了 AI， 它机器会依照上面这些选项自动帮你去做调整。符合的音场它会自己去对应，你就不需要说去手动。这就是 AI 它厉害的地方，因为它会根据场景里面的音频
以及人声对话以及环境音去做辨识，然后套用到最适合的格式里面。它的格式光电影的音场就有12个，我相信如果是一般的使用者，可能就不知道自己要切换到哪一个。这 AI 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设定，你只需要按下去，它就会自动帮你找最适合的位置去做播放。视频讯息告诉我们目前播放器所给的输入内容。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台机器所给的是 4K 30Hz， 然后 YCPCR 422 12bit 的 SDR 讯号，所以其实在很众多的扩大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影像侦测的设备非常的少，那这台旗舰机就有搭载这样的功能，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你目前所工作的讯号来源是哪一种类型的，以及这台机器所搭载目前最新的 4K 120Hz 的对应游戏机的格式，以及 8K 60Hz， 相信这个就是各位最期待的吧。好，最后回到机器这边，我们来做个总结。如果今天你想要观看所谓效果定位很好的影片，你会去追求 4K 电影或者是高解析的讯号源，那现在最容易取得就是像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 Netflix 或者是迪士尼 Plus 等等的一些串流平台，那这些他们都有支援所谓多声道音效，那透过高阶的 AV 扩大机就可以把声音处理到更加包覆感更好的一个效果，然后可以让你在家里面就犹如在电影院一样的体验。今天 A8A 这个规格啊，它非常厉害哦，那可以将不是多声道的处理到多声道。那我们目前看片源的部分，主要还是以光碟片跟所谓的串流影片为主。那你给它好的讯源，它处理的效果就会更加厉害。所以要看好的影片还是很重要的。好，那本店备有试听室，如果对这台机器有更详尽的一个了解，其实可以欢迎到门市来试听。那这个记得要预约，记得要预约。那也拜托多多关注一下我们麦斯音响。那我们如果在哪方面有表现不足的地方，也可以请各位在底下多留言，让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您还有想要知道哪一方面的设备的讯息啊，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那让我们可以帮各位去准备一下，让我们再来做这些的影片。以上就谢谢大家，谢谢。